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玩家选择在一个3700的底池呢，竟然下注了8500，超过2个底池的下注。但是呢，我们今天阻挡了一个 A 的梅花，代表说其实对方有 A 花的机会就更少。所以我当下呢选择去抓一个炸胡。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好，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要来讲解我在美国的 Five Diamond 的主赛事的赛事回顾。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首排的一个状况分析。我今天参加这场呢 Five Diamond 的10400的主赛事，它的赛事的结构呢是每个月玩家有5万的筹码量。那在第一天呢是1个小时的盲注级别，从100、200前注开始，然后每一天呢只有打8个级别。也就是8个小时结束，它是没有晚餐休息时间，所以它对于大部分的玩家来讲是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体验，就是不会好像要打到什么12个小时啊这么辛苦这样子。那我在上桌的时间呢，大约是第2个级别左右啊，第1个级别开始的时间是12点，我大约是1点多上桌的。那这个时候我上桌的时候呢，盲注级别是200、300。200、300是一个听起来有点诡异的数字因为他们没有50的筹码，没有25的筹码，所以他们都是100的这个筹码当做是一个基准点。那我上桌的时候呢，是200、300的盲注级别，是一个7人桌的状况。首先呢是7人桌的 UTG 玩家加注到800，然后我在 low 价位，就是他的下一家呢，我拿了一个 A6 红桃，选择了跟注，然后 CO 位3次下注到2800。这个时候呢 ，UTG 的玩家跟注，那我这边就有一个决定要做。那我觉得在一个3人底池的情况呢，其实我的同花 A 在这个非常深的筹码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跟注因为我们的玩家的筹码量是5万，也就是说超过150个大盲以上。那我觉得这种同花 A 可以进去中 A 的话，我可以打得稍微小心一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中了一个同花的话，基本上也是最大的同花，所以我们是可以有机会赢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池所以我当下呢，对于玩家没有太多的资讯，但我认为这个跟注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翻牌是 A84 2张方块，底池9200，前位的玩家 check 我也 check 我们2位的玩家都过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因为对手3次下注嘛，他的范围里面是最强的，所以我们都会过牌到他这个地方。然后他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3200，这是一个很标准的3人底池的一个选择，一个小尺寸的下注。UTG 的玩家选择弃牌，到我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只有一个动作呢，就是选择跟注。我们这边呢中了一个 A 的顶对，但是我们的踢脚呢其实非常的弱。我们只赢他的炸胡，那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个底池呢不要变得不能控制如果我们今天加注的话呢，这个底池就是没办法控制我们希望打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底池，所以我们选择了跟注。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 Q 底池15600。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过牌，对手呢又下注了一个8500。那我觉得这个8500呢，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难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在翻牌跟注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有 A。所以我认为对手呢要炸胡的机会呢，当然不是说没有，我觉得还是有一些2张10以上的牌有机会做一些随机的炸胡虽然说这是一个3人底池，但是我认为我的 A 踢脚比较弱一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那我当下呢决定再跟一次。但我的预设策略里面呢，就是我转牌跟注之后，合牌我们会根据情况再做决定。所以转牌我们跟注了之后呢，合牌又来一张 Q， 就是 Turn Q River Q， 然后同花牌面是没有出现的。这个时候呢，底池32600，我们过牌，对手呢选择下注12500。那我认为这是一个3人底池的状况呢，我们的 A6 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原因是因为如果说这是一个单挑底池的话，我觉得我们的 A 更有跟注的理由，原因是因为对手的炸胡的频率相对来会比较高。但是你要知道，在一个翻牌是一个3人底池的状况呢，其实这位玩家持续下注的频率呢就不会这么高，再加上我跟注的范围，理论上呢3人底池里面我的范围会更强。我认为呢，对手不大可能会在翻牌转牌同时在合牌的下注的炸胡，又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对手有炸胡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我的合牌我可以跟一些比较好的 A， 比如说 AJ 甚至是 Ace King 都有机会在这么深的情况下，那当然我也有 AQ 的机会AQ 是 Full House， 所以理论上呢，我只要去跟注，比如说 A10以上的 A， 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那至于踢脚比较弱的，我觉得都可以选择弃牌。
所以我当下呢这把牌呢让我损失一点筹码，我选择了弃牌。接着呢，另外一手牌有记录的呢，也是在200、300的这个盲注级别。这位对手呢，他在7人桌的 UTG 加注到800，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一个 A4 不同花，然后呢，这个 A4 不同花呢是带有一张梅花 A 的，我选择跟注。翻牌是 A25 彩虹面，然后有一张梅花，然后底池2100。我过牌 ，UTG 的玩家也过牌，我们2位都过牌。转牌呢来了一张梅花2，变成是 A25 彩虹面，然后有一张梅花嘛，转牌又一张梅花2，我又过牌。这个时候呢，这位玩家呢在2100的底池呢选择了下注一个很小的下注尺寸800。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跟注。合牌呢开了一张梅花8，就出现了一个后门梅花，3张梅花，底池3700。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过牌还是挺好的，我觉得他有机会炸胡，当然他也有机会拿比我好的 A， 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选择了过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玩家选择在一个3700的底池呢，竟然下注了8500，超过2个底池的下注，那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那我认为，其实在我的范围里面，当然我会有一些更好的手牌可以跟注，比如说3条2，或者是同花的手牌。但是其实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在 A 的翻牌呢，其实我们的 A 是必须要抵抗到相当高的频率因为我们其实很难会有更好的手牌。又或者是说，今天如果对手下注这么大的尺寸，他就告诉你说，我要么就是同花或是更好的手牌，比如说 Full House 之类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阻挡了一个 A 的梅花，代表说其实对方有 A 花的机会就更少。也阻挡了一些 Full House 的组合，比如说 AA，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手牌的组合。那对手会不会有3条2呢？我觉得基本上是不会有，原因是因为7人桌的 UTG， 它的翻牌前可能只会有 A2 同花，但是 A2 同花它翻牌永远不会 check， 所以我觉得对手是不大可能会有像是 A2 Full House 这种的手牌组合。所以我当下呢选择去抓一个炸胡就算对方下注非常大的筹码量，我觉得我的手牌还是非常的适合，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那我看到它是一个 K10 不同花，我记得当下应该是没有梅花 K， 它就是一个黑桃 K 带一个什么10，我觉得不重要，反正对手就是一个炸胡。然后这个牌手呢，其实是我之前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对到的一个对手我也认识他，就是我们都会聊天。所以我觉得我对他其实稍微有点资讯，我觉得对我这一手牌呢判断呢是有一个加分的一个影响因为我知道他，所以我知道他会有这种大尺寸的炸胡，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盲注级别是在这个200、400这手牌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有记录到摊牌，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状况。我在 CO 位我有68黑桃，然后选择加注到1000 2.5个大盲。大盲位玩家跟注，翻牌是15-2彩虹面，然后有一张黑桃，底池2600。这个时候呢，对手过牌，然后我持续下注1300，大盲位跟注。那我认为这么深的筹码量呢，其实我不会选择一个小尺寸的下注，原因是因为在深筹码的筹码量，我们希望我们的预设的下注尺寸呢会比较大一点。我认为可以有2种下注尺寸，一种是半个底池，或者是1个底池满帕的下注尺寸。我们不会选择像是1/3这种的下注尺寸，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深筹码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选择下注，我们会下一个比较大的注嘛，因为我们的筹码底池比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希望当我们今天有大牌的时候呢，能够建立一个更大的底池。那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手牌是比较弱一点，那我宁愿呢去选择一个过牌的一个策略。所以我们在下注策略呢，前期跟中后期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呢翻牌我下注了1300也就是半个底池，然后对手跟注，转牌来一张6，变成是我中了一个中对。底池5200，他选择过牌，我也选择过牌。我觉得当我的手牌呢，第一个就是对手跟注范围，像是他有可能有任何的底对10的对子，我就输了嘛，所以我也不用下注。那如果说对手会跟注任何的5、任何的2的话，那我们在转牌中6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赢了。所以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下注的，我们可以过牌，然后去到一个摊牌阶段，然后合牌来一张 A， 对手又过牌。那其实我觉得我的手牌还是一个很明确，就是我不需要去炸，因为我不认为他的10会弃牌。然后如果说我今天下注他的2或是5的对子会弃牌，那也没有用嘛，因为我有6，我摊牌就可以赢了。所以合牌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明确的摊牌，然后我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我看到大盲位的玩家呢是1对7，所以就是输了一个底池。接下来这手牌呢发生的状况呢是在300、500的盲注级别。这个时候呢，我的筹码量大约有35000，对手呢就超过我的筹码量，所以有效筹码大约是35000。这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我在 UTG 加2拿了一个 K10 红桃，选择加注到1100。bottom 位的玩家呢选择了3次下注到3500。那我认为在中前位的话，应该说9人桌的前位的话，我觉得 K10 同花应该是一个我会跟注的最弱的范围。那同时，其实这手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一个低频率的4次下注。
但是对于4次下注的手牌选择呢，其实我更偏向选择一些有同花 A 的手牌，所以当下我的 K10红桃呢选择的是一个跟注，然后翻牌呢是一个19-3啊，有2张梅花在台面上。底池8300，我当然是选择过牌。对手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下注尺寸，他选择下注一个4500，然后我们 K10呢，其实在这边的话，对上半个底池或者更大的下注尺寸呢，我认为只会有一个策略啊，就是跟注，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然后转牌是一张4啊，无关紧要的4，同时也没有开同花牌面，底池17300，这时候我又过牌。这个时候呢，对手直接选择 all in， 那我的筹码量呢，剩下大概是26000，所以底池17300，对手直接 all in， 有效筹码就是我就剩26000。那我再决定说要不要选择跟注。那我觉得这手牌其实非常的困难哦，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玩家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认为都会是 QQ 上的对子。我觉得他今天如果是 QQKK， 他会希望在转牌能够大尺寸的下注，因为他不想要看到合牌开一些可能开顺子或是开同花的牌面，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对于这位玩家他的炸胡的频率，我自认为是比较低的。我自己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会有一些更好的手牌可以跟注，比如我说 JJ 甚至是 QQ，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翻牌前我只会平跟，转牌选择跟注啊，就是扣这个 all in。我觉得 JJ、QQ 甚至是 A10同花呢，都会比 K10来的好。所以我当下呢也选择了弃牌。那这手牌呢，我放到电脑软体里面之后啦，因为我其实蛮好奇的。其实呢 K10同花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是接近一个0 EV 的跟注，也就是说，如果对手照着这个预设策略打的话呢，这个手牌会非常的边缘。重点是现场玩家跟所谓的 GTO 的策略来说呢，现场玩家的炸胡呢是更少的哦。所以如果说电脑建议是一个接近0 EV 的跟注的话呢，那我的建议呢都是弃牌啊，因为现场的玩家炸胡就是不够多。所以当下我的决策呢就是选择了弃牌，那代表说这手牌损失了一些筹码，剩下26000左右。直接的下一手牌呢，我在 UTG 加1拿了一个10J 红桃，选择加注到1100。这个时候呢，我的下家 UTG 加2呢，选择了3次下注到3300，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3次下注尺寸，但我觉得也很合理啊，因为我的筹码量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少了一些，我觉得可以考虑弃牌，但我觉得跟注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啊，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非常不错的翻牌啊，翻牌是644 2张红桃，我是10J 红桃啊，底池7900，然后这时候我当然过牌。对手呢选择了下注一个2500，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决策要做，就是我们今天选择跟注有跟注的好处，选择加注也有加注的好处。当我们今天跟注的时候呢，还是会必须要处理一些转牌跟合牌的动作。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考虑加注的话呢，对手如果是一些比如说 S King、S Queen 或者是一些随机的 KQ 不同花的炸胡，它是很有可能弃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跟注跟加注各有好处，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混合策略，或者是根据玩家来作为一个策略上的选择。那这位玩家呢，其实我有一些资讯，而且我认为他在转牌跟合牌呢，其实不会执行到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所以我当下呢决定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手牌啊，方块10变让我中了一个顶对，底池12900。这个时候呢，我选择过牌，对手也选择过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我认为对手如果是一个 JJ 以上的对子，我觉得他转牌绝对不会过牌。我认为他的范围会是一些很多的同花 A， 甚至是 AJ、AQ 翻牌前选择3次下注的手牌，甚至是一些 K10、KJ 同花、KQ 同花、KQ 不同花之类的手牌。我觉得比较会像是这样子的范围，所以转牌2位玩家都过牌，合牌来一张方块 A， 应该说是最糟的手牌啊，因为开红桃 A 我都还不担心嘛，开红桃 A 我中同花嘛，所以其实这个合牌大概是最糟的一张牌哦。那我们的策略呢，当然只会有过牌，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过牌之后呢，对手在12900的底池选择了一个蛮大的下注尺寸哦，8500。对我来说，我觉得当下的决定是相对来讲是简单一点的，就是我觉得我不用去抓炸，原因是因为我们2位的玩家在翻牌前的范围其实都非常的窄哦，我是非常的前面的位置加注，他是非常的前面的位置3次下注，我们2个人的范围都有非常多的 A 哦，尤其是如果说我今天跟注一个 AJ 梅花，在翻牌我也不会弃牌啊，就是说我们2位玩家都有非常多的 AJ、AQ 甚至是 S King，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手呢，第一个下注的炸胡就不够多，再来就是我们2位玩家都有很多的 A 可以去做抵抗，再加上对方选择一个大尺寸哦，那我觉得我的10呢就是一个更边缘的情况，所以当下我没有想太久呢，我就选择了弃牌。连续的这2手牌呢，让我筹码量从一开始的这个5万掉到剩下2万多。